给老客户更换一个地漏。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中小米。这个房子呢，我上次来过，就是给他家换的这个柱盆。这次来呢，是给他处理一下这个地漏，因为这个地漏呢已经坏了。像这种地漏呢，阴天下雨的话，这个反味特别厉害，尤其是刮大风的时候，这个里面就是刮小风。拆之前呢，要把这个管呢塞住，找了个塑料袋，直接给它填满。客户说呢，他本来是要自己拆了自己换的，结果也是这么砸了半天也拆不掉。但是看到这个地漏，我也没感觉它有多难拆，敲了半天也是没反应。干这种活呢，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，我之前换过2个。取了一个切割片，打算把这边给它切一个口子，我们撬的时候是不是就好撬了？这个地漏看样子好像不是铜的呀，这切的时候冒火星子。用螺丝刀一撬，这家伙还崩瓷了。这是铺地的时候瓦工用水泥粘起来的，怎么会粘得这么紧？感觉都融为一体了。只要一用力就崩瓷，又掉了2块，不行，改变策略吧。现在把这个地砖呢要切个2毫米，就这一切割片的距离，要不然这个瓷砖得全崩完了。幸好这不是新房子，这是一个出租屋，不然的话崩这2片，这今天就翻车了。这也是一个经验，下一次弄的时候一定先得裁一刀，即使我们换完地漏边上有缝那也好过崩了瓷儿。这水泥可真硬啊，感觉这个水泥和沙子的比例应该是1比1的吧，要不然怎么能有这么硬？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总算是给它刨下去了。多余的沙子水泥块全都弄出去，现在几乎就和这个 PVC 管呢平了。哎，我去，还是掉进去了。新旧地漏的尺寸是一样的，现在因为切了一刀嘛，所以放进去感觉很宽松的。高低的话也没有问题，刚好合适。这个防臭芯呢是一个塑料的，上面是有螺口的，只要一反转就拧下来。找一个矿泉水瓶给它接点水，接水的目的呢是它有了重力啊，把这个矿泉水瓶呢倒插在这个 PVC 管里面。然后我们自己带过来的水不漏，把这个水不漏呢倒在这个地漏坑里边，然后先少弄一点，然后加水，水多了加面，面多了加水，然后这么搅拌，一层一层的把它给堆起来。其实这个用沙子水泥的话也可以，我带的是水不漏，因为用这个的话比较快嘛，和好了一会儿它就干了。这样做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提高效率，因为我们弄好了就可以试水。有这个瓶子堵着呢，这个灰也不会掉下去，所以我们在装地漏的时候呢就很方便。干这个活呢，速度一定要快，在它没有凝固之前呢，赶快把这个地漏的给它切进去，填满一点，在敲打的时候可以把多余的挤出来，这样粘接的会更加扎实。边边的这一圈缝呢，用水不漏给它填满。里面这一圈呢也是有灰的，把这个一定要给它抹匀了，抹光光的。这东西呢它是速凝的，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出凝了。现在开始倒几瓶水，把里面的渣渣呢给它冲一下，以免在下边呢沉淀。丝口的位置呢清理干净。一会儿我们拧这个地漏芯的时候呢有丝口，要不然就不好拧了。看它这个原理，就是有水的时候呢它可以撑得开，没水的时候呢，它由于重力会自动关闭。表演失败，直接把它拧上去。这是个2用的地漏，不光洗澡可以下水，还可以接洗衣机的排水管。我们拆下来的这个旧地漏啊，可以看一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应该就是合金的吧？看这个材质和我们的合金脚阀太相似了。这种材质看来做地漏的话也用不了多久，几年的话应该就坏成这个样子了。清理一下卫生，然后把这个洗衣机呢还原，还放到这个位置。把这个进水管呢还得接好。排水管是可以和这个地漏啊直接插上的，
这个胶皮圈呢，有的会用上，有的用不上。像这个直接拆掉，和这个接口呢直接接上就可以了。这个洗衣机的下水管这么粗，排水的时候会不会反水呢？客户使用的时候再说吧，这个先就这样了。现在我们已经装完了，看一下我们上一次装的这个洗手盆。有人会说呢，这个打胶是不是不太安全呢？粘的牢固不牢固？要不要打螺丝呢？其实现在的胶啊，粘上去非常的结实，